大家好，我是小马。大家有没有觉得限量款这3个字仿佛就跟迷魂汤一样啊？一听到就让人头脑发热，降低理性消费的能力。不管是什么商品呢，一旦冠上限量款这个头衔，就格外的让人想要拥有它。那么全世界最会玩饥饿营销的爱马仕，当然也出过不少限量款了。爱马仕的限量款听上去就感觉是很稀有，值得收藏，说不定还可以升值的款式。有一些的确是如此，但也有很多限量款，你要留个心，可别被爱马仕割了韭菜。今天就来跟大家盘点一下我买过的那些让我比较失望的爱马仕限量款。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就一起看下去吧。那我要请出的第一款包包就是这只限量款1923的笑脸包。我当时买它的时候，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的设计嘛，非常的这个特别。它包身上的面孔轮廓是由金和银2种颜色金属勾勒出来的，看起来非常的抽象，还有点像毕加索的感觉。这种设计呢，在爱马仕包里我还是第一次见。整个包我尤其喜欢的就是这个眼睛的设计，它的原型是爱马仕在上世纪60年代出品的一款放大镜，被称作是埃及艳后的眼睛，是不是有种妩媚和神秘的味道？所以这款包我觉得真的是还是非常的吸睛的。但是我从买它的时候就猜到，我应该不太敢把它背出去，因为它用的皮是塔迪拉克多皮。大家还记得这款皮吗？之前我有一期视频跟大家就是稍微吐槽过它，信誓旦旦的说我绝对不会买这款皮，但是没想到今天打脸了。后来我才想起来，这个包用的就是塔迪拉克多皮，我真的太不喜欢这款皮了。它跟 BOSS 皮一样呢，是比较容易刮花的，而且这种亮皮的皮革稍有划痕就会格外的明显。所以如果真的把这个包提出去用的话，我还得一直担心这个金属的链条，就是这个部分会不会把包的皮给蹭花。所以这个整个设计真是中看不中用。因此这么久以来，我一直把它摆在包柜里作为收藏品展示。前2天想拍视频嘛，然后才把它拿出来，这才发现它的包身居然已经开始有一点前倾了。因为前方的金属的这个装饰实在是太重了，把包身一直这样往前拽，快把它拽到变形了。哎呀，这可真是郁闷了，因为它站着呢会变形，如果把它放回盒子里呢，它躺着保存也不行，因为这个链条可能把包身压出来印子。哎，这下可好了，又不能摆，然后又不能躺，又不能背，真是全身都是公主病。我这真的是图了个新鲜，买了个寂寞。所以朋友们，如果遇到这种比较新颖的设计，尤其是金属特多的这种啊，首先不要被所谓的爱马仕限量收藏款这个所谓的称号给迷惑，一定要慎重考虑一下是不是很实用，或者至少是不是方便保存，以免像我这样就会有一点尴尬。这只包呢，我暂时还没想好怎么保存它。如果有朋友有什么建议的话，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谢谢啦。那么像笑脸包这样的呢，毕竟是一个 Bolido 的款式，在 Bolido 这个包款上，就算出的是限量款，一般来说人气度都不会太高，所以就算量少呢，也还是比较容易入手的。但是很多在 Birkin 和 Katie 包款上出的限量款，就真的是不仅量少，而且非常有人气，所以非常非常的难拿。如果在专柜拿不到包的话，你就得从二手市场上以更高的价钱才能够买到。像我这只35厘米的影子包复刻版，就是我去年从二手市场上购入的一只所谓的稀有限量款的包。2009年呢，它的原版限量发售的时候，那的确是非常的稀有，而且人气也是相当的高，在二手市场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遇见。我一直呢非常喜欢这个设计嘛，所以终于2019年等它出复刻版的时候，我就想尝试从专柜蹲一只，运气不好一直就没有蹲到，所以后来就直接在二手市场上以高出裸包3倍的价钱入手了这一只。
毕竟真的是喜欢嘛，而且想着也是稀有款，遇到了那就快点入手吧，以免它跟原版一样很难再遇到了。但是没想到的是，由于新旧2个版本发售的这个叠加，我发现在二手市场上直到今天，这只包好像也没有怎么特别的缺过货。网上也是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明星啊，还有博主啊，都拥有这只影子包。今年爱马仕又推出了这一只，就是这只25厘米的小尺寸，而且出了很多的颜色可以选择。像我手上的这只呢，就是很特别的马鞍红的这个颜色。那25的人气呢，毫无质疑，它肯定是碾压35厘米这款的。但由于25厘米的出现，很多曾经入手大尺寸的人就想把大的那一款给出掉，然后再换一个小的，就导致二手市场上，会有更多的35厘米的包出现了。相似的案例呢，还有去年限量款的 Cargo Barking 35，也是从一问世人气度就非常的高，一包难求。所以爱马仕今年快马加鞭，也出了25厘米的小尺寸的 Cargo。那25一出，二手市场上的35那就更多了。所以当年买35厘米大尺寸包的买家，如果是冲着爱马仕稀有款这个噱头才买的，甚至还期望它能一直升值的话，那肯定就要多少有点失望了。所以我的经验是，除非是真正蕴含很高的品牌价值的稀有款，比如像喜马拉雅和房子包这种，其他的很多限量款，过个几年你可能都会发现其实也没有那么稀少。尤其是一些暂时只出了35厘米大尺寸的包，只要人气高的话，过段时间就很有可能还会出个同款的小尺寸，还会多出几个颜色。哎，就是气人，你拿它还没辙。那顺便说一下哈，这个外缝的 Barking 也是哈，一直到今天，每次只要有 SA offer 我外缝 Barking 的时候，都肯定要吹嘘一下这款包是多么的稀有。其实我心里都在嘀咕着，拉倒吧。外缝 Barking 是搁前2年的话呢，还可能算是一个稀有的物件，但是现在市场上真的是越来越不缺它了。而且如果你特别定制的话，也是可以选择 Barking 外缝的，所以它真的是越来越不稀有了。反正总结下来就是，不要太迷信爱马仕所谓稀有限量款这件事儿。如果你真的只是冲着它稀有才买的话，那小心过不了几年你就要觉得失望了。那购买爱马仕限量款的目的，除了有些是为了收藏，有些是觉得好看实用，那还有些是买来主要是希望它可以升值，然后出手嘛。如果是一只新出的限量款的话，是很难以准确预测它的升值潜力的。对于这种包，除非不需要我配货，是刚好拿到 offer 了，我才可能会去买它。基本上来说，只要是 Barking 和 Kelly 的限量款，在刚出来的那段时间是会有热度的。所以如果看准一个热度还不错的时机出手掉，那出手价或多或少肯定还是会高于裸包价钱的，那样的话我就不亏。但是我若是花额外的价钱去买配货拿这款包的话，那我要承担的风险那肯定会是更大的了。我前面这2款限量的包包，一只是 Barking 35厘米彩虹款日出，那一只呢是 Bolide 1923的棒球款。这2款其实设计都不是我喜欢的，就是因为当时刚好被 offer 了，我就顺便入了。确实这2款包刚出的一段时间内行情都还是不错的，但是我又想着再等等吧，说不定价格还会更好，所以没有及时在行情最热的时候把它们出掉。也是挺快的，回收价就比刚开始的时候降了很多。Barking 这款呢，现在还可能会稍微高出原价一点点回收，但是 Bolide 这款呢就未必了，就是能收到原价，我觉得就已经是很不错了。既然出手好处也不是太大，我就顺手把它塞给我老公运动的时候用了。因此幸好都是没配货入手的，否则一旦没及时出手，行情回落，那我就亏了。所以呀，如果 SA 跟你说，这个包是限量款，还有升值潜力的，入手不亏，然后忽悠你买一堆配货才能拿，那我建议一定还是要慎重入手为好。好啦，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不知道你有没有买过让你后悔的限量款爱马仕包呢？欢迎在评论区说出你的故事，记得点击订阅，我们下期见。